嗨，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晚安！又在这个时刻8点，我们一起在同一个时刻首播我的最新影片。有没有看到刚刚一开头的时候的那些所有令人无法置信的各种光型或者是各种特殊的 UFO？ 那可是 Ken 找了很久，要让各位家人们准备好，能够开始今天的影片，你就可以更知道，真的世界上有外星人的存在，而且 Ken 要来揭露的就是仙女座启示阶段的一个计划。而在今天的影片之前 Ken 真的很幸运，在近期的科学观测中啊，三 I Atlas 啊，既然被监测出了显示极为异常的一种化学以及物理的特性哦，特别是在后面竟然喷发出了一种所谓的我们平常彗星会有的一种挥发线体，也就是它发现了一种高丰度的镍原子，也就是化合物，而铁的比例却远低于通常在所有科学家当中彗星里观测到的一种数值。今天要来告诉各位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真的太幸运了，我在拍影片的前一天啊，那就刚好新闻播报出来，也就是在这2天而已。我要告诉各位，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在天文学以及在科学上，因为它的温度跟能量完全不符。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消息是最新的消息，你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再一次的更证明了这一个所谓的三 I Atlas 它真的是外星的飞船。因为一般的彗星啊，如果离太阳几天文的单位时，表面的温度也只有-100度 C 到-150度 C。那如果像这样子，我们用一种比较科学的观念去了解这样的状态，在这样子的温度下啊，其实水跟冰它会升华成一种水蒸气，这就是一种运作下一种很正常的物理的科学状态。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最新这2天才侦测到的，它既然排放出了会有什么样子独特的一种镍合物？因为金属根本不会气化这件事情，只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一些比较深长的一个物理或者是科学的现象，所以Ken在影片的一开头要把这个最新的一个新闻跟这一个科学所找到的一个奇妙的现象来分享给我的家人。我们从那种经典的物理角度来看的话，镍气体啊，在那个距离被观测到，确实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家最初认为它好像是观测误差了，或者是他们觉得不可能，这一定是一个数据的异常。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后来反复的确认后，发现光谱线确实对应到镍原子，这才引发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震撼。这个震撼就是这一颗彗星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状态。Ken 要在这一部影片来告诉你，以平常新闻他不会告诉你的，我在这边告诉各位家人，它意味着彗星的内部存在着某种未知化学载体或者是能量机制，它才会产生出这样子的气体或者是一个能量产生的后移的一种状况跟现象。所以三 I Atlas 我今天就会在影片当中告诉各位，它为什么是一个，我就直接告诉各位家人，它是一个跨星系的宇宙飞船。因为这样就是证明了这件事，刚好影片要拍，科学家侦测到它的核心就不是普通的冰与尘，而是一定有高密度的金属自汇体。因为镍在宇宙的能量谱当中属于什么你知道吗？它是一个稳定以及导电的中性频率，代表着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它有桥接磁场以及导引量子流的一种中枢的金属。那这样的状态代表了什么呢？代表就是在这个三 I Atlas 里面，我们用一种比较三维物理学的角度来说，是的，这就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它间接的就是一个在我要拍这部影片时让它发生，再跟各位家人在看等一下所有的影片时，你就可以更知道，在一般的这种天文学的理解当中啊，
镍合金的喷出意味着它有极高温度的金属自炼或者一种内核分化的现象，意思就是在里面有一种运作，所以它必须要排出来。这是在一个由石头或是冰跟尘构成的这种我们大家理想当中的彗星，完全是不合理的，并且它并非是来自于太阳系，而是等一下影片我会让各位家人知道，它是一个星际间的外来飞行物，它代表的形成的条件、物理的结构，甚至定律的运作方式，都跟我们现在世界上所认知的太阳系的各种运作，跟我们地球上科学上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那就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影片吧。嗨，各位我亲爱的家人们，晚安！谢谢你每天晚上的8点都会跟我一起在当下这个时刻共振在一起，进入宇宙更高以及我们内在灵性层面的一些所有的教学以及分享的答案。那今天已经是第2天，要开始来连续这1个礼拜都会是有关飞碟、UFO 各种原因。那上一集你不知道看过了没？也就是这一集，为什么地球这么多的 UAP 啊？对，看过第1集才会知道，飞碟已经不叫做 UFO， 而是叫做 UAP 咯。那如果没看过的，请一定要看第1集所讲的这种分段揭示计划的宇宙真相。好，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个在这个计划当中最近期直接出现，很明白的就是让大家要知道，我们就是一艘飞船，但是他把它用一种很隐藏的方式，用一种没有办法让你看懂，但是却又让你可以知道，这好像有点什么不同，而且所有的科学家都也一直找不到答案的这个3I Atlas， 今天就要来让各位我的家人们进入这一个为何它会出现，以及它来自于哪里。Ken 的频道将完全告诉你它的来访，以及它飞船本身有哪些运作方法，什么东西，我在今天的这一部影片还有会员影片将会让你完全揭露。当你已经有看过第1部我在说这种分阶段启示计划，也就是宇宙议会仙女座安排了之后，接下来我要来跟各位连续都会有好几天就是今天是 Atlas， 我们都一直以为 Atlas 只是一个彗星，可是其实有很多在网络上看到的家人们都一定会知道，很多人都在提它的一些行为，它的一些方式，其实它不只是一颗天然的彗星，其实它是一艘引导飞船，它是从织女星系系统出发，携带着所有的能量知识以及一种所谓的编码结构。那我在这边要跟各位传讯这些所有的内容，就是要让各位家人知道，他们都有其工作，而故意要让我们地球人所发现，只是它有很多的细节将会是在我今天的影片当中，我会完整的揭晓给各位家人，因为它的目的是传播讯息以及协调行星场。在很久以前，这样子的飞船其实都会被派往不同的恒星系统，以促进生命的发展和行星网格的稳定性。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其中这一艘正在飞越我们太阳系的一艘外星飞船。这是真的，它不只是你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你以为它是个彗星。所以今天 Ken 要在这里再一次的把这些资讯，以及在宇宙更高奥秘上没有人可以发现，没有人可以知道它真实的是什么方向，来让我的家人知道。因为关于这个所谓的彗星 3I Atlas 的本质，其实现有的所有的人类资料库都只是把它区为一种像是超越常规的天文学而已，但是其实它有更高的精密的设计存在。它其实是星际议会特许织女星门户所派遣的一个高维意识的载具，而其核心的使命就在于要锚定特定的光兹编码以及几何指令。看过我第1部影片的人就可以知道，
他们的目的跟他们的工作其实是要重新校准我们地球能量的网格，以及催化我们人类集体意识的一种频率的临界点能够提升。因为时间都在进展当中，也在进入一个新的能量分割当中，所以地球上的科学家观察了他们的所谓的双曲线的路线，测量了气体以及尘埃和光在更高的宇宙层面，可以告诉各位家人这些读数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揭示全部的真相。地球上的所有的科学家都没有办法发现到，因为 Atlas 不仅仅是冰跟岩石，其实它承载着智慧、高维文明的设计，它拥有了一种所谓的晶体密码，以及一个可以透过我们有意识的能量的校准而能够感受到的交流场。甚至如果你在呼吸里面，当你知道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跟它有更高的连接，重新启动我们身体灵性的扩展以及合一的感受。因为这样子的所有一切万事万物 Ken 的频道都有说过，它都是一种震动，它都是一种高维的震动，而我会在影片里面告诉各位家人更多的细节。其最重要，它的工作也就是要提醒人类，其实在更广阔的银河系当中，有非常多的高度文明以及深深爱着地球的所有的银河家人。所以呢 Ken 要告诉各位家人，其实 Atlas 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它是一个充满和平的。他来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要所谓的干扰，或者是故意要不让人家知道，就像我讲过的第一集，他是必须要让那些准备好的人，为了协助唤醒一些某部分的星际种子的记忆，所以对能量敏感的人就会知道，哦，他一定不只是如此，他会感受到一波波更多的能量的震动，或者是更多他能够知道这一定有些什么，所以你才能看到 Ken 的频道影片。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接下来慢慢的来跟 Ken 一起探知，原来它真的是来自外星文明的高度的飞船，而它有它的工作，它的工作就是要一直像欧某某一样出现过在2017年，然后现在到2024年之后，就是以这一艘飞船为主，然后到了2025年、2026年，就是要让这一些事情逐步的进展。它其实是一艘讯号飞船，我可以在这边就直接告诉大家，当我们地球的这种天文学家在2025年7月发现了这个3I Atlas时，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类似像欧某某，欧某某将会是在我们明天的影片当中会跟各位讲的，而 Ken 也会今天 Atlas 也会有会员影片哦。它可能就跟会在我们之前的欧某某，或是在之前有一个叫做 Roviso 的一个像是星际彗星，连续3次陆续来到，被地球的科学家、天文学家所探测到。然而 Ken 告诉各位家人，对于宇宙议会来说，这其实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彗星事件而已，其实它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星际的议会觉醒的工程。而且它是来自织女星的飞船。Ken 的会员频道将会告诉你织女星的一些所有较细节的工作，以及他们那一个星系里的某部分的一些没有被曝光过的秘密。在会员影片的部分，3I Atlas 将会以一个这种它应该是属于隐匿于高维度，遵循着非干涉原则的飞船，其故意现身绝非偶然或是失误，而是一场精心策划、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行为的这些内容，还有它的飞船是怎么运作的，还有它的内部以它如何驾驶、什么样的燃料，都会在我的会员影片里面让大家可以一探究竟。所以这个行动呢，它有点算是我要怎么跟各位讲，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3个维度来理解。在会员影片里面当中，我就会让大家知道，可以有这种3个维度了解我们这一个 Atlas 是怎么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从宇宙议会的安排，还有校准关键的时间节点，为何刚好是2025年呢？为何刚好就是 Ken 一直在讲的
业力周期结束的时候呢，为何它会在这段期间？它从第二个原因是高维意识的设计层面，它为何要这么做，启动大规模的频率对齐，也是我会在会员影片里面让大家知道的。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地球在新旧收割，它为何会要从第三个层面去从灵魂启示的能量层面，有某部分针对特定的群体，让星际种子或是光之工作者的深度激活。这将会是我会有这2集的会员影片，会提到更多有关宇宙议会的这种安排，或者是可以更了解到高维意识的设计，更深层的、更高层面的这种灵魂启示的能量，这些等等的方面，我将会作为一种像是一种透视它，完整的揭露它，将3i Atlas 这艘外星飞船，从我们这种只是人类地球把它抛掉，我们把它往上提升，从宏观到微观，从物质到灵性，我将会在这2集的会员影片里面对你进行一次的完整拆解，以及它的飞船设计，以及它的工作。所以但是在普通影片，我还是会让我的家人们知道，很肯定的，你就是知道它是从织女星系所来的一艘飞船，它的工作，它的偶然现身，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地球人符合星际议会里面的星际接触第一个协议的一种所谓的宇宙法则的启示。因为它独特性的形态以及它的能量特征，都是只是在对于具备接收条件的一种算是给予地球上从更高维度或是外星文明转世来的星际种子的个体，它的目标跟它的能量工作，就是要触发我们这些转世来的高维灵魂的粒线体 DNA 里面沉睡的某部分，我们本来在星际种子灵魂里面就有的量子编码。还有另外一部分，为了其他的地球人类，要让地球能顺利进展到第4维度，也就是 4D， 预先铺设这种稳定的频率路径的一份重要工作。在今天的普通影片，我们来聊聊 3i Atlas 的组成比例，其实已经远超了一种常理了。它大量的二氧化碳以及极少的水跟冰，其实科学家都一直在难以解释，也找不出原因。如果我们现在在这边跟各位讲，我们把它当作是一艘飞碟好了，就像是一个以气体喷射为动力的航行器，但是它却能够不依靠恒星的重力的方式进入这个恒星，还有它又能离开这个行星系统。这样的设计呢，本身就是对人类的启示，一个很明白、很直接告诉大家，科学家其实也都知道，但是很多媒体都没有办法明白讲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告诉各位，在宇宙间有很多能够航行的各种高度文明存在，并不是我们地球这种3维人类能理解的火箭，或者是只有核能，而是这些更高维度的，已经掌握了这种宇宙的能量场以及更高物质转化的这种无法置信的高维科技。那很重要啊，看过的人其实大家都心里就知道它是飞碟，那还不是飞碟，还是模糊的状态。那我的频道就要告诉家人，他为何要刻意选择一条会被人类望远镜侦测到的轨道，但是却又不明白的告诉各位，我们就是外星文明的存在呢？这就是宇宙议会的布局。因为就像我第一部影片讲的一样，对于人类来说，这好像是一种天文学上的偶然，但对于我们把自己拉到更高维度来说，其实这是一场已经被设计好必然的邀请，也就是这一个所谓的分阶段启示计划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接下来还会更多，就像我第一部影片里面讲的一样，宇宙议会的这种意图呢，它其实不是一种隐藏，而是我一直在说的，你现在就可以懂了，它是一种渐进的揭示，也是一种软揭露。在这种我们人类地球准备要进入这种文明，是要开始进入星际文明的时候，在灵性的进化的时间线上啊，因为它必须要加速了，它必须要有这个淘汰的这种过程来去面对
我们自己内心程度，但是人类无法在短时间之内直接面对所谓的外星文明的全面现身。其实简单讲，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能量其实还没到达，还有太多三维的低频能量会造成恐慌、社会秩序的崩解，以及某部分人类的意识会断层，直接就是可能在这边它必须要是这样，它直接断层到这样子。所以宇宙议会就采取了这种阶段性的显现的策略，那你就可以更了解到了。我们现在把它回想起来，2017年的欧嬷嬷，它就像是一种未署名的信，让科学家开始疑惑，有这样子的一艘飞船。然后呢，在2019年又来了一个 Boviso， 这一个更像彗星，但是它却带来了有一点好像是外星文明的感觉，但是让人类好像觉得怎么一直在出现这些外来天体的状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来到了现在的2025年，这个很精彩的 Atlas， 它就是一个刻意呢要留下讯号，刻意要让人类知道，某部分的人类就可以去看到知道说它的化学以及它的轨道特征，其实就是要让你们去用内心的讯息去看到找到它就是一艘外星飞船，是不是很精彩？当你从第一部影片还有到第二部影片，现在我要讲 Atlas， 还有明天的欧姆姆，还有这几天的会员影片，你就可以完整的有一个模式的资讯包，你就可以知道宇宙议会透过这样子的步骤，让人类从这种以前都完全不相信有外星人，到后来怀疑，到后来为什么都没有出现，到后来一直陆续走到了习惯，这种习惯就会慢慢打开这种灵性程度上的一种内在频率，我是能够接受的。所以 3I Atlas 的这种伪装成彗星呢，是一种外星飞船以及宇宙议会刻意安排的一种有趣的，或者是刻意而为的，看看哪些人能够知道，这真的是不一样的讯号。所以在宇宙的这种广阔的时间线上，记住 Ken 一直都说过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巧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一切都是设计好的。当你在 Ken 的频道影片，你就可以越来越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人类在2025年7月的时候，已经透过系统监测到这个星际来客已经不止一颗了，还有那么多颗都在周围。3I Atlas 科学家认为它只是一种化学组成的异常彗星，但就像我跟各位讲的，它其实是一艘经过伪装的星际飞船。这套飞船呢，其实不仅仅只是一个科技，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好像这只是偶然经过，其实它就是宇宙议会在我们地球在旧的文明要进展到这种新的黄金时代，也就是星际文明前，它故意对人类意识的一次的讯号投递。它的出现其实就不只是随机的，而是要让我们灵魂能够进化，要让我们地球的能量能够重置。因为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或者是我们所谓能接触到的每一样事物，其实都是一种讯号，都是一种能量。经由这样子的能量突然出现，就会让地球的集体意识能够跟更多星际觉醒的讯息会更多的连接，人类的内在程度也会更容易接受到，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慢慢的知道，原来外星人是真的存在的。那看的这部影片就要告诉你它的设计背景，以及为何它要送来这种飞船的讯号呢？因为应该这么跟各位家人讲，其实宇宙议会还没看过 Ken 的频道影片的，就要先了解，宇宙议会并不是某一个星系的管理者，而是一个所谓的超越维度的意识的联盟。维度是不包含星系的位置，它是横跨能量的层面。而这些星际议会、宇宙议会的任务不是控制，
而是协助让灵魂能够按照每一颗行星的每一个灵魂能够有自由意志，选择要走向更高的频率，还是他们会维持在他们自己无法接受的状态的能量里。所以地球的这个末法周期，也就是这种旧文明当中，人类正在经历中很多的这种各种不同的挑战，目的就是在这个我一直说过，他安排好在这个周期要出现，然后会有一些经济的问题，或者是资本幻象的冲突，或者是各种天灾人祸，各种这种状态的这种能量之下，很多灵魂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体验为何会有这些事情，为何我们会要面对这样的东西，是出现这样子的像特殊的天文事件。在这个状态下的时候，也就是在考试，就是 Ken 在讲的这种业力循环的周期结束的清算以及分流，同样的所有东西综合在一起，同样的像刚我讲的自然的灾害以及气候的这种问题出现时，那又加上这个天文的事件时，这些人类的集体意识某部分的分流，某部分的选择，它就会出现这种是要灵性觉醒，有宇宙更高意识的存在，还是它继续会留在这种无明跟抗拒，不相信有这种东西，继续在这个游戏状态里面的这种分类。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Ken 这样一直在把这些所有的细节一天一天的讲，我们就会知道原来这一切的都是在做考试跟在做帮助跟爱的发展。因为如果议会直接这么说好了，我讲过，直接派遣星际舰队在我们的地球上出现的话，地球就会出现很大规模的恐慌。所以呢，他们就采用了这种温柔的方式，分段起事的计划，派遣各种伪装的飞船进入太阳系，进入我们的地球不同的国家当中，让这些已经在逐渐在做这种选择的灵魂呢，更能够接受到，更让地球的文明知道，我们其实一点都不孤单。也许你是第一次看 Ken 的频道，我都在把这种基础我们没有办法探知到的灵性的部分，都把它给它曝光，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如我们只表象所看到的。而在普通影片，今天 Ken 还是稍微的把一些会员影片里面能够讲到的更高程度的，给各位家人知道说，为何这艘 Atlas 的飞船的物质以及它的能量构造，它为何要伪装成一颗彗星的状态？它其实就直接出现是飞船，让人家拍摄到不就好了？其实说真的实在话，一切都还是跟地球的维度有关系。一个高度文明直接进入我们这样子的文明时，很多的生命的生物电场都会受到极大的冲突。所以3I Atlas 的一个大特点就是它极高的一种比例的二氧化碳冰以及极低的水冰的含量。这在地球的物理科学家就很困惑，因为大多数的彗星都是以水跟冰为主。那 Ken 就在这边要来让各位家人们知道，我们把它抬升到灵性的角度，以及不是只是用物质来观看这件事物，它其实并非天然的，而是一种所谓的能量的伪装机制。所有的维度都能够要让你看到高维度的飞船或是科技，要让你看到就能够让你看到，它没有让你看到，你怎么看它在你旁边你也都看不到。二氧化碳它的意义就是在 CO2 在物质层面是一种生命在呼吸的一种副产物，但是在能量的层面上，可以告诉各位，它其实也是一种转化场的象征。如果我这样解释简单一点，就是它像是一种能量的形式，能转化成另外一种。所以飞船就以这种 CO2 作为喷射物，暗示它本质上是一台有关能量能够转化的机器，故意让人类可以探测得到。其实每一样事物，每一个小细节，它都有蕴藏在宇宙更高维度的智慧，只是因为人类的物质跟科学是没有办法去发现到的。再来就是它的冰层的外壳，它的外表的冰层呢，其实是为了要吸收宇宙的辐射，并且故意要降低它会被发现的可能，或者是它
其实是刻意要接近某颗行星的系统时，才会释放出这种所谓的异常的特征，要让人类有机会能够觉察到，或是让人类能够探知到它怎么好像有点不一样，跟我们平常的物理科学当中所会运行的方式也都完全不同。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它能够旋转到我们一个定点，循着它自己的范围行走，它可以离开又再过来。这些设计其实都是在于它的能量核心之下，在物质的外壳里面，其实它拥有了一个高维能量的核心。它不依赖这种所有我们人类认知的燃料，而是它可以用宇宙之间的零点能量场作为一种驱动。这种核心能量呢，能够让这一艘飞船旅行自己我们地球数十亿年，穿越银河，它能够自然的在这个循环系统当中，都不用担心它没有燃料，也不用担心这艘飞船会坏掉。它其实不是一艘所谓我们要降落到我们地球的飞船，而是一艘经过我们的太阳系，故意在这个航线的轨道里面来回重复，要让地球留下讯号的一艘被设计好的宇宙飞船。所以 Ken 要拍这一部，第一开始就是我接收到讯息，第一部这种宇宙议会有分阶段的启示计划后，来让你知道这个 Atlas 它的存在，再让你来到了欧姆姆，你就可以更了解这一切其实都是被安排好的。那它为何要被刻意发现呢？人类的天文望远镜其实能观测到的天体，真的是浩瀚无限宇宙中的一个最细小的部分而已。那么很奇妙，你不觉得吗？为何3I Atlas 会选择一条必然会被 Atlas 系统侦测到的轨道呢？它可以避开啊，它可以不要被人类发现啊。就像太阳里面其实都有来来往往很多飞船，月球也被拍到很多飞船来来往往。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老实说是故意，也是被宇宙议会的布局，因为其实它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时刻，该要能够激活人类意识当下时所必然发生的一件故意安排好的。它的路径就不是随机的，而是经过计算的显现的轨道。它的速度足够的快，而且不至于停留太久而引起恐慌，但是又可以故意慢到足以让科学家能够收集到数据。一艘如此先进高维度的飞船，Ken在这边问各位家人，它要飞过去，甚至不用1-2分钟，它要消失于这个星系跟星系之间，它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刚好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Ken 的频道告诉各位家人，它的亮度以活动恰好又可以能够足以引起大家的争论，所以就会慢慢的分流成，它就是一个自然的彗星，或者是有部分就会知道它其实是宇宙的飞船，进而逼迫更多有在往想要探索更高的部分的人类去思考，他们自己要决定是什么样更大的可能性。所有一切在地球这个地球游戏当中的，都是一种所谓的考试。所以换句话说，它的目的其实不是要被所有的人类相信，而是要被部分的人能够有机会再觉醒。就像你现在看到这部影片，从第1集、第2集、第3集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这些其实都是有被安排好的。现在频道的这边可以告诉你，其实在太阳系里面已经有非常多隐形的飞船，几百万艘在观测着我们的地球文明的进化。但我们回到 Atlas， 它所期待的其实不只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我们在更高维度学习灵性的人可以了解到的，它其实都是有一种能量的。所以很多人类可能就或是家人会想说，它不是要送来外星科技吧？不，其实那还没到时间。这一艘飞船期待的最重要的礼物，其实不是我们人类能够想到的所谓的物质，而是一种能量讯号，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星际文明这一个方向的平行时空，必须要有这几艘飞船，以及第一部影片出现的那些所有的飞碟，故意要让这些人类可以有意识的知道，
这跟我们的星际记忆，跟我们灵魂只是活在三维世界里面这种，好像还有这更大、更广阔，我们无法探知到，但必须要经由这些触发我们。当这一艘阿特拉斯接近太阳系时，它会释放一种能量波，会与某些已经学习到的灵魂的 DNA 共振。这些某部分的人可能就会开始，真的是有这些星际的部分跟更高宇宙的文明的部分，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共鸣，它会开始记起自己跟灵魂的源头，知道这宇宙之间不只是这个样子，他会去探索，他会去学习，他会去进化他自己，他更会开启这样子的部分，他有意识的去转变的时候，内在的 DNA 也会开始不一样打开。这种算是有一种量子意识的校准，飞船的频率它经过了有人类探知到的这种频率的平行时空，它就会影响我们地球很多人类的能量体之外，也会影响地球的舒曼共振，使得很多人开始会更多像我的家人们就会开始做梦，梦到更多星际的，或者是更多在梦境里面会有接触的这种部分的能量的讯息，这就是这个部分很有趣的。再来就是我一直跟各位家人讲过的，也就是所谓的旧地球跟新地球的分流器。很多时候某些人其实他还是会否认，他会不相信，他会恐惧，他会拒绝承认这些事情，那就是他们选择在这样子不能够进入星际文明的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的人就因为好奇以及跟开放的心灵，而他会快速的比较能够进阶到更高维度的部分。其实这也是一种灵魂的自然分流，以及这种宇宙议会的逐步要安排的计划。但是它还是必须对某部分地球的人类的科学会带来一种很强大的挑战，因为这种东西是没有接受过的。但是上埃阿特拉斯的出现就像是一种，我应该讲也算是一种镜子，可以有办法造出很多人类不同层次的心态。他会不会愿意知道接受我等一下会在会员影片里面提到的它的运作，它的飞碟外壳，它的能量更深层的部分跟来自于那个星系是怎么样的状态，这种更高的部分，有些人他就不会抗拒，他不会想要知道。所以有些人就会死守这种传统的模型，会认为它只是一个彗星，就有人会愿意敞开怀抱，他不会去抗拒这样的事情，他就会说我相信它是飞船，我相信它是飞碟，我相信它是来自织女星系的。这个时候，这个能量意识它已经就完全的不同的发展了。所以大众的反应啊，如果有人会恐惧啊，或担心外星人入侵这种东西，它就是属于这种部分。但是有些人就会很兴奋，能够期待有一天能够跟宇宙接触。所以 Ken 就是准备好要来拍这些影片，让我的家人们可以知道这一些部分都已经在准备往星际文明的部分发展。在影片的最后， Ken 要告诉各位我的家人们，他为何会出现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当我们人类会要处于现在这种旧的时期末法周期启示录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么多的金融的问题，会有这么多世界的纷扰，会有这么多的末日灾难的预言，各种这种低频能量出现时，宇宙其实在这个时刻提供了一种爱的帮助，要让这种能够跨星际的连结，让这些只是存在于地球一直在玩地球这些游戏，这种我刚刚讲这种部分这么沉重的部分时，在这种要体验业力清算的时候，人灵魂会很多的阴暗面浮现，会有很多痛苦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故意出现这一艘飞船的能量，是一种所谓的强大爱的高频的能量到来，要让这些所有地球有意识的人部分能知道，地球不是孤单的，而是整个宇宙都在见证这一切。它有一点算是给了我们这一些在体验这种情绪痛苦，或者是在金融物质或者是业力的这种过程当中，在这种末法时期的时间点的时候，宇宙议会在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 Ken 又告诉你有黄金时代，又告诉你有星际文明，宇宙在告诉这些所有能够体验到的人知道说，还有某部分是我们除了这些事情之外更大的部分，
它不只是一个这样的结束，它是一种过渡，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每一个在看到这些影片的灵魂，在你下载这些东西，你这个独特的角色，就像我说过的，你都是一个稳定的频率的灵魂。对于那些已经走在觉醒道路上的很多的灵魂，也就是光宫或者是星际种子，在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就是更能够扩散出这种能量，知道它就是一个更高星际文明。在经历这种旧的能量的瓦解的时候呢，它会提供了更多我们某部分没有办法经历我们学习到的人，它会是一个灵性升级的触媒。而我们的稳定呢，我们更强烈的会收到这些讯号，这些已经在梦中的人或是无法探知到的人，会更有多一点点的机会知道，不只是只有这些。我们会能够因为我们的敏锐，我们的敏感，我们的细胞会加速，频率也在加快。我说过了，当我们提升改变时，我们就会影响周围，而我们就能够帮助更多能够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面的人提供更多的出路。所以最重要的是，它也是一面镜子。也许可能如果你看到它，你可能有些部分看影片的家人会觉得它只是一颗石头而已，为什么我们那么大惊小怪？那你就是停留在三维的这种能量场了。那如果你看到它，你相信 Ken 说的它是一艘飞船，那就代表你也已经准备好，你已经要走入更高维度的对话。所以纵观这样整个今天的影片要告诉你的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这一段期间当中，我们的宇宙造物主要给予我们爱的时候，丢了一道光，要来让我们能够看到，好像还有一道光，不只是我们人类世界在体验这些游戏，体验这些过程，体验这种收割里的所有一切的不舒服状态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盏灯塔可以指引。所以 Ken 在影片最后要告诉各位，三 I Atlas 它不是单纯的星际彗星，它就是一艘织女星系伪装的讯号飞船，带来的不是武器，不用害怕，带来的还没有到达要给我们科技，而是一种给予我们灵性意识的提升，以及邀请能够让更多人能准备好加入星际文明。宇宙议会其实不急着现在这个时刻来现身，因为真正的考验考题不在于外星人是否存在，你知道为什么吗？而是在于你如何面对这种我们生命的无常困难的所有的各种挑战，又出现了一种未知的东西，你如何选择你的信念，以及你如何在这些所有的过程当中校准你个人的频率。那这就是今天的第一部的三 I Atlas。等一下呢 Ken 的会员影片就会再把它提升起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哦，原来它还有一些飞船里面的更深入的东西。所以想要告诉各位，不要拒绝，不要认为它只是一种异常，我们要把自己打开我们的心，它对于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当你看到了会员频道，你就可以更完整的知道织女星系是什么样的文明，它发展的这艘飞船的工作是什么。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三 I Atlas 的到来不是为了证明外星人，而是为了要让地球知道我们有另外的一个部分，给予人类一个指引，留下的一句爱能量的带领。那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你觉得不错，请你订阅、点赞、分享。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留言聊聊天，因为毕竟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人们对于这样的想法看法是什么呢？你已经准备好要迎接除了地球之外的更大的宇宙真相了吗？那等等会员影片见。那如果还没加入我的会员频道的家人们，可以到我的会员底下的影片有资讯栏，有我的会员订阅连结，加入了之后我在聊的都是更高，不再是像我普通影片里面提的那个部分。那希望你喜欢，如果等一下你觉得不错，就一起来会员频道影片来探知三 I Atlas 的更高秘密吧。拜拜。